我老公为了哄我开心，竟然送了我一套房子。老公，我错了。1楼的杂草都2米多高了，2楼连个栏杆都没有。虽说这大破房子让我无语，但这是我老公的老家，我和老公决定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彻底的大改造。你们觉得城里有房，老家还有改造的必要吗？来评论区聊一聊吧。黑哥说要把老家350平小院改造成这样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黑哥一大早就起来，等我起床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杂草除了这么多了，而且他还说早饭都已经做好了，就等我和孩子们起床吃饭。有这样的老公真幸福呀，大家说是吗？我让老公休息一下，他真的是坐不住呀，竟然又跑去给菜浇水去了。这些菜都是我们刚回家改造一次的时候种下的，相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菜了。老公，这里有好南瓜嘞。这个南瓜苗应该是野生起来的，我们就是过年的时候回过老家，也没有种过南瓜呀。老公直接把这个南瓜苗挖起来，拿去移栽到我们窝后的草地。大家说这样移栽的南瓜苗会不会成活呀？黑哥以前没有干过农活，但是除起草来还真的是有模有样啊。这片杂草除完之后，黑哥又把以前的对联给撕了，说太旧了，今年过年换新的。而我这个时候也没有闲着，虽然老公不让我干活，怕我晒黑了，但是我也怕累着他，就主动把这些瓦片搬到屋后去。在搬运的过程中，我们商量以后砌围墙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瓦片利用起来。这是除草前的样子，这是除草后的样子。因为我老公去年出了车祸，休养了1年，今年是1年来第一次干农活，我真的害怕累着他。但我感觉他就像找到了快乐一样，从早上做到现在都不喊累，连水都没有回屋喝一次。当然，这时候该我出马了，我端了1杯水给他，他竟然一口气喝完了。门前这一块院子的杂草也被老公清理干净了，大家看看是不是清理之后看起来舒服多了。今天我也没有睡懒觉了，我老公一大早就起来了，今天把小院的水沟给清理一下，准备过几天就把宝坎做起来，方便以后砌围墙。今天是老公受伤后第一次做重活，我担心他承受不了，所以让他去医院复查一下。老公的心可真大呀，让他多休息悠着点，他一回家就去给杂草打药去了。我发现之后强制要求他去休息，因为这个荒地里面石头和树根那么多，害怕他在里面走不稳。这些杂草是真的烦人呀，比什么都长得快，还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希望这一次的除草季能把这些杂草全部清除了吧。长满杂草的土地改造成菜园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和老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这块长满杂草的土地给清理出来，种上玉米，以后除了自己吃，也可以养养鸡、养养鸭。我老公昨晚累着了，今天睡了一会儿懒觉。他这个除草小能手负责用锄头除草，而我就帮他收尾。他没有除干净的地方，就只能我再去把它们斩草除根。这时候我遇到一棵杂草，长得太大了，我用出吃奶的劲也拿它没办法。黑哥进来吧。啊，好累。很简单的事情，非得扯。杂草清理干净之后，我负责挖坑，老公就负责施肥和丢种子。夫妻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没一会儿，我们俩就把这块地给全部种上了玉米。老公怕我渴了，赶紧跑回家去拿水给我喝。这该死的温柔又让我沦陷了。我怕老公累着，就让他一旁去休息一下。我相信我一个人就能把这块地的种子全部盖上泥土，但是，最后累惨。满杂草的荒土被我们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舒服吧？期待早日长出玉米哟。到家安装宽带的师傅就来了，简直太高兴了。我们当代年轻人哪里离得开网络呀，对吧？比如1年不玩手机，给你10万块，你答应吗？
傍晚了，老公叫我一起去把早上买的菜苗给摘了。老公挖坑，我摘菜，一会儿功夫就搞定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傍晚去摘菜，而不是中午或者是下午去摘呢？这就是我们一起打下的江山，应该会存活吧？你们觉得呢？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去把搅拌机和木板拉了过来，幸好今天我家来了几个朋友，不然就我和老公2个人的话，肯定连搅拌机都弄不下来。首先肯定是要把搅拌机安装好，到时候好直接使用。中午过后，我们需要的材料被拖拉机一车车的运了过来。差不多哈，咱们就清得少了。今天要把小院门口所有的水沟给清理出来。老公先打好一个桩，牵好线，然后把另一面也打桩固定，线外多余的泥土就要全部铲除。因为我太期待花园做出来的样子了，所以干活也像打了鸡血一样。我的任务就是把小院门口的水沟给清理出来，到时候打出来的薄坎才会直，不会弯弯曲曲的。老公是总设计师，这时候要把大门给设计出来，量好尺寸，用草木灰给标记出来，要把这个地方也打一层地基，到时候砌围墙才不会垮。然后就是开挖，好多年没有干这么累的活，不过看着小院在我们的手中一点一点改变，心中真的是太激动了，成就感满满呀。在这里我想问一下，一般小院的大门设计多宽合适？有没有什么讲究？这个地方是孩子们的卧室门口，我老公打算在这里给孩子们建一个游乐场，这一面全部砌成实心围墙，孩子们的隐私可不能马虎。我老公为了孩子们的快乐童年，可真是绞尽心思啊。修我们老的时候，他们2个小崽子不要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氧气罐吧。前2天我们把水沟全部清理出来了，今天的目标就是把水沟全部硬化了。开始动工了，我和姑爷2个人做小工，我老公自告奋勇地挑战当大工。现在是要把水泥运到搅拌机旁边去，我们准备一次弄2包过去，既然翻车了，唉，玩搅拌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，得把水泥、河沙、石子都按照比例给铲到搅拌机里面去，纯力气活，现在就可以预料明天了，肯定全身疼痛啊。我和姑爷把粪泥土搅拌好之后，就推过去倒在水沟里，老公就负责把粪泥土拉平，压出水泥浆。老公第一次做这些活，做得有模有样的，太厉害了。花了1中午的时间，孩子房间门前的这一条水沟马上就要做完了。午饭之后，既然下雨了，但是我觉得雨不是很大，还是得继续干呀。争取今天一天就把水沟全部给硬化了。但是刚做一会儿，雨居然下大了，我赶紧给老公拿了一顶头盔戴着，因为他的腿还没有完全长好，他可不能感冒呀。这边这一条水沟真不好做，因为下雨的原因，踩在水沟里都要直接下沉，所以要放2块木板在里面垫脚，退一步就要移动一下木板，太麻烦了，而且粪泥土也不好倒进去，把我们3个人都累惨了。不过还好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经过我们的努力，终于把所有的水沟全部硬化了，给大家看一下硬化前后的对比。如何把一个350平的农村小院改造成一个世外桃源？昨天下午我们就开始给小院的薄坎观摩了，都已经做了半个小时，突然想到我们没有拉线，果不其然，拉线之后，刚刚做的全部需要返工。就是因为观摩这个事，我们想过几种方法，但最后决定还是用砖头放在木板背后，这样最稳当。而且等打好地基之后，砖头也能直接拿起来砌围墙。大家觉得我们这种方式是不是最笨的方法呀？这时候孩子要放学了，我老公去接孩子，我负责把砖头倒在边上，等老公回来后好继续工作。我家老大放学之后也没有逃过我的死班，
他一直想要游乐场，怎么说也得出一下力呀。今天一大早才6点钟，我老公就起来观摩了。这一边全部弄好之后，我和老大在家搬砖，老公却把锅也接了过来。今天又帮我们打围墙的地基，老公要把打地基的地方挨着钉了一排钢筋，防止以后坍塌，然后又在里面放了一根竹子，听说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，这样做出来的地基更好。经过1中午的努力，孩子门口这一面的围墙地基终于全部搞定。吃过午饭之后，我和老公一起又把小院门前的围墙地基给关好了。打这个围墙地基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啊，全程就我们3个人做，差点就罢工了，太累了。不过看着小院在我们的手中一点一点变化，心里甜滋滋的，感觉再累也值得。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，整整1天多时间，终于把围墙地基全部搞好了。等2天干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砌围墙了。最后给大家欣赏一下打完小院围墙地基的效果。如何把农村小院改造成世外桃源？这个地方原来是打了一层薄薄的混凝土，因为现在要砌围墙，就需要把这个地方的混凝土给割开，重新弄厚一些，才能承受小院围墙的重量。老公拿着突突钻打了老半天，才把这个地方的混凝土给清理完成。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砌围墙的所有地方都打上地基，挖出来的泥土也需要清理出去，然后又把小院门口这个地方也挖出了一条沟，这里也是需要砌围墙的。老规矩，为了混凝土浇筑更结实，还是要把里面放一根敲碎的竹子。大家知道为什么竹子需要敲碎放进去吗？今天所有的活都是我和老公2个人干的，我都差点累虚脱了。唉，我老公走路的姿势又不正常了。今天做完之后，看来还是得让老公去复查一下呀。我老公的技术还可以吧，做完之后看着舒服多了。很多粉丝想要知道我们的花费，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一下。第1天请了一个大挖机，只做了3个多小时，300块钱1个小时，花费了整整1000块钱。第2天又来整整做了1天，花费2800块。由于后面都是做精细活了，第3天到第8天都是请了小挖机做的，一共6天，111个小时，总共花费8000块钱。刚刚我说的这些就是挖机这一方面所有的开销，当然所有的开销不止这些，还有买水泥出水管，一共6根，120块钱1根，总共花费720块钱。拖拉机转运的费用150块钱。买打桩的水泥柱一共花费300块钱，这个水泥柱现在还没有使用，等一次把水吃透，下半年再开始打桩。买这个水泥柱也是拖拉机转运过来的，运费60块钱。当然了，改造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些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在做，所以也没有算工钱。一次改造好之后，还需要清理沟渠，找了2个老师傅做了1天，总共花费200块。最后就是给小院的鱼池抽水，50块钱1个小时，总共抽了12个小时，花费600块钱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警示牌，总共花费60块钱，大家帮忙算一下。今天一大早黑哥就起来砌围墙了。经过昨天的新手期，今天砌围墙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，而且自己能独立完成1条线了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得多，至少没有歪歪扭扭的，太佩服他了。黑哥一个人就砌好了1条线，专工师傅把昨天剩下的沿复型也才刚刚搞定。今天的太阳特别毒辣，黑哥流的汗水都几次流到眼睛里面，那么疼，竟然都坚持了下来，好心疼他呀。老公这一身的灰都没空清理一下，马上又要开工了，他说只用躺20分钟就好了。黑哥他们忙着砌围墙，我也不能闲着呀。今天又要天黑了，看来还要砌1天才能把围墙下面的宝坎给砌好。天黑之前，黑哥说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，要做1根过梁出来，到时候放在围墙上面，中间做一个庭院背景墙。真期待他快点给我做出来他描绘的效果，好期待哦！如何把农村小院改造成世外桃源？
黑哥说，今天的目标一定要把围墙下面的宝坎给全部砌好，先把昨天没有砌完的这一段全部搞定。昨天晚上下了雨，拉砖的拖拉机来了之后，居然直接陷到我们小院里面，只有把拖拉机上面的砖头卸了一些下来，不然前进后退都走不了，总不可能留拖拉机在这里过年吧。开始砌最后一段宝坎了。我老公的学习能力真的不错，我看他今天砌砖的速度完全可以出师了。黑哥热不热？午饭之后，老公一个人就开始做了起来。他说自家的活自己肯定不能偷懒呀。今天我们这地方的温度简直都爆表了，竟然都31度了，热得全身上下所有的衣服都湿透了。给大家说一下我老公今天的糗事，他砌砖中途休息的时候，老是一屁股就坐在地上。今天他的运气太好了，竟然有一只大蚂蚁爬到我老公裤子里面，然后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，当场就把裤子脱了。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受了腿伤的茄子能跑得这么快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砌好之后的样子，漂亮吧？一笔到位，马上开干。
如何把农村小院改造成世外桃源。今天终于开始粉围墙了。粉围墙之前要把砌砖多移出来的混凝土给铲掉，才能开始粉墙。老公是第一次做粉墙，虽然粉得不咋地，但是他至少敢去啊。水沟里面因为有了积水和淤泥，老公拿着铲子去铲干净之后，又开始粉墙了。他经常说，遇到事情不要说不会，要说可以学。我最佩服的就是他这种精神了。说到这个时候，我老公的腿又开始疼了。很多人都说我们家围墙太高了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的围墙真不高，而是因为我们家小院的地势本来就要比门口的菜园子高很多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老公站在围墙旁边的效果，围墙比我老公矮一大截呢。今天的目标是把所有大面积的围墙全部粉好，明天再把柱子粉好就可以完工了，就等以后安装围栏了。黑哥本来就是新手，而且我们要粉的地方也挺多的，所以我们请了2个师傅和2个小工帮我们粉墙，所以这1-2天就粉了这么多。我们这的师傅是160一天，小工80一天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当地请人做事是多少钱一天呢？我老公说小院里面还要安装凉亭、假山、鱼池、游乐场，太期待做出来的效果了。喜欢我们的家人们，请给一个小爱心和关注哟。今天终于要完工了，粉围墙都已经做了5天了，前几天把大面积的地方都给粉好了，今天是收尾工作，把这些柱子给全部粉好。本来我们以为粉柱子很简单，但是师傅说最难的就是这些柱子的边边角角，每一根柱子还要用木板夹住才能粉得出来，不像大面积的地方闭着眼睛都能粉出来。果不其然，就这一些柱子，2个师傅硬是搞了2天才全部粉完。师傅砌砖加粉墙总共做了12天，160一天，小工80一天，他只做了5天半，其他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在当小工，这就是我们请人工的花费。大家可以帮我们算一下，人工总共花费了多少钱？小院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大坑，事情多半是这样的，上次我们拉砖被拖拉机压坏的。当初挖这个化粪池就是靠人工挖的，2个人挖了2天才挖好，而这次我们请的挖挖机总共才几分钟就把这个地方挖了出来，不得不感叹啊，机械的力量太强大了。我们请挖机师傅帮忙把新的化粪池抬进去之后，我和老公2个人搞了半天才把所有的管子连接好。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，做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把鼻子全部堵起来了，太臭了。不过我们还是忍着臭味全部弄完了。上次做的鱼池忘记铺防渗膜了，而且堆砌的假山也太假了，所以全部只能返工重做。先把鱼池重新整理一下，然后把假山的石头全部挖开，我们几个人进去把防渗膜铺好，然后让挖机师傅挨着把鱼池的四周用石头全部压一遍。等以后把这些石头清洗一下，相信一定是一个不错的景观。流水这条水沟也要铺上防渗膜，我老公又进去把水阀给安装进去。大家觉得我们这个鱼池做的怎么样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哦。修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！第一天下午，黑哥就赶紧去把以前的老路用突突砖给打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黑哥又赶紧起来把门口给修整平顺。这时候请的工人也过来了，首先得把这个搅拌机给搬出去，因为这个搅拌机太重了，一大堆人搞了半天才给搞定，人多力量大呀。黑哥没有修整平顺的地方，有了工人们的加入，一会儿就搞定了。接下来就是开始打路了。黑哥和请的师傅2个人做大工，其余的5个人做小工，3个人给搅拌机里面传沙子、石子和水泥，剩下2个人负责用斗车把混凝土拿过来。今天打路的时候没有充分准备，忘记准备震动板了，
只能黑哥和师傅2个人拿着磨砂板在上面慢慢弄了。吃过午饭之后，我去把震动板拿了过来，这下终于轻松多了。第3天一大早工人就来了，不过今天少了2个小工。黑哥昨天打路的时候也伤折了腿，今天又杵上了拐杖，所以今天算下来少了3个人。不过今天只剩下最后1节路了，相信努力应该还能全部搞定。果不其然，人多力量大，到了下午4点半左右就把所有路面全部搞定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改造的前后对比，这是改造前的样子，这是改造后的样子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何把农村小院改造成世外桃源？前几天我们把小院门口的路修好了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门给拆掉。但是我老公接下来这个操作，直接把我给看懵了。这个累不累？累吗？挺累。这路没打熟人，好多水呀。刚刚下到鱼池里面，就发现竟然塌方了。看来这个防渗膜也不扎实嘛，过2天还是得用砖和石头做一下复坡才行。水管太高了，要先把一流的管子锯掉1节，才能把水给放干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水沟里面全部都是这几天下的雨水，不是我们更新慢，是天公不作美啊。然后也要把鱼池的阀门给一次性安装好。管子太长了，只有锯掉一些，然后刷上82年的胶水，这样才能更牢固。开始收集石材，这种鹅卵石到时候围着鱼池放一圈，相信非常的漂亮。地上这一堆鹅卵石，就是我们今天1下午的成果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还有就是鱼池的底部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把这个黑色的防渗膜给遮住？大家有好的建议吗？安装空调的师傅终于来了，2个师傅分工合作，一个师傅把空调拆开做一下组装，另一个师傅把我们的卧室量好尺寸，后面开孔。我们的外机打算装在房子的后面，自带的铜管不够长，只能加装几米铜管了，100块钱1米，真贵呀！家中的铜管得用高温粘合在一起，也不知道这样稳当不？而且我们感觉它这个铜管好细啊，竟然要100块钱1米，也不知道值不值啊！师傅把所有的管道都裹上了一层外衣之后，这也算完工了吧？当初修的房子也没有一流空调管，所以也只能重新开孔，开孔也是需要费用的，50块钱一个，哎，都是钱啊！不过为了这个下边，只能捏着鼻子认了，然后把墙上的架子用钉子固定好。我看着心惊胆战的，也不知道就这几颗钉子稳不稳，空调千万不要掉下来呀！看来安装空调也不简单呀，一个人在前面拉着管子，一个人在后面扛着空调，不愧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呀！一会儿功夫，内机就安装完成了，然后就是安装外机了，力气大就是好，一个人竟然可以抱着外机到我家后面去，今天的温度简直要把人热疯了，就这个时候竟然有37度了，2个师傅热的背后全是汗水。不光是这2个师傅，所有在外顶着高温的劳动人民都值得尊重，为他们点赞吧。如何把农村小院改造成世外桃源？今天准备用砖砌一下鱼池。
事情是这样的，回家已经赶到2个月了，今天打算把地面给粉一底，温度再高也只能开干。一大早，老公就给了我一个惊喜，他竟然拉了一车风景树回来。他说这些风景树是他哥哥家的，因为这棵发财树太高大了，城市里面不好养，所以就送给了我们。你喝水了吗？哎，好。这棵黄果兰想放在凉亭旁边，我一个弱女子怎么样也搬不动，但是自然我老公一切一块都给搬了过去。这2棵是什么呢？我老公说他也不认识，大家有知道的吗？今天稍微凉快一点，老公又准备把楼梯和楼顶的防水给做一下。这个楼梯现在一到下雨天就要漏水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不做不行啊。这个是我家楼顶啊，现在上来把这个防水给做一下。楼顶太脏了，要做防水之前还得把所有的脏东西给清理出来。幸好我家有一个高压水枪，不然的话不知道要清理到什么时候。我老公说做防水最讲究的条件就是要楼面干净，如果有灰尘和沙子，那肯定就是打错了。经过大半天的努力，终于干完了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家的小院就会大变样了，好期待呀！大功告成，但水龙头却是歪的，谁知道怎么弄正吗？鱼池返工了几次，终于快要完工了。以前鱼池只铺了一层防渗膜，以为这样就不会漏水，但是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。今天打算把鱼池给硬化了，看它还会不会漏水。混凝土马上就要打到这里了，老公赶紧去把凉亭底部的支撑给起了。因为鱼池底部有很多大石头，所以昨天只打了半边混凝土。今天老公请了几个兄弟过来帮忙，把石头给搬开，才能打这半边混凝土。这个地方剩下的沙石是以前砌围墙剩下的，老公一大早就起来了，要把这些沙石给收集起来了去用了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改造，我发现老公学会了好多东西，水电也是他自己摸索的，而且泥瓦匠的活也能做了，太厉害了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半成品吧。鱼池这方面就差以后把假山弄好了，开始贴墙砖了，完成后的效果太棒了。
今天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洗手台，完成后的样子也太复古了。老公这次买的桌椅简直太漂亮了。以前耍打地脚，好意思。哎呀，赵哥啊，他这个是粘头的啊。